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好先生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你喝过燕麦奶吗？你觉得燕麦奶健康吗？或是你有没有自己尝试做过燕麦奶，但发现怎么做都没办法像外面卖的一样那么的滑顺跟可口呢？今天好先生就要透过分析风靡全球的 Oatly 燕麦奶品牌，告诉大家到底为什么市面上燕麦奶会这么的滑顺，甚至可以打出奶泡，以及燕麦奶是不是真的那么健康？最后呢，跟大家讲喝燕麦奶时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。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赶快开始吧。如果大家有上网找过自制燕麦奶的食谱的话，可能会发现，不管你家的食物调理机多么的强大，怎么磨怎么打，都没办法像市售的 Oatly 啊，或是其他燕麦奶品牌一样这么的滑顺跟可口，甚至能够在不加任何甜味剂的情况下就有甜甜的味道还回甘。自己做的可能甚至连爱之味都比不上。那是因为啊，像 Oatly 这种大厂牌，他们制作的过程并不纯粹是把燕麦加水打成燕麦奶而已，而是像上面这个这么一连串复杂的过程当中呢，添加酵素消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步骤。这些添加在燕麦奶里面的酵素呢，会把燕麦奶的淀粉分解成 maltose 麦芽糖。而 maltose 麦芽糖呢，能够让我们的燕麦奶在没有添加任何糖啊或甜味剂的情况下，就自带甜甜的风味，然后让人觉得有一种非常好喝的口感。至于能够滑顺和打出奶泡的原因呢，大家可以再看一次这张图，会发现里面有一个步骤叫做均质化 homogenizing。会需要均质化的原因呢，是因为在燕麦奶里面添加了 canola oil 油菜籽油。那均质化的意思呢，是说我们把这些添加在燕麦奶里面的油脂变成小油滴，能够均匀的分散在燕麦奶里面。这也是为什么燕麦奶能够像是全脂的牛奶一样打出香醇浓密的奶泡。听完了上述的过程，大家可能会发现，原来燕麦奶并不真的是燕麦加水而已，而是添加了一连串的东西。那我们为了让消费者能够有满意的口味啊和口感，得需要添加其他成分才行。那这些成分真的健康吗？大家听到燕麦的时候，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可以降低胆固醇。没错，燕麦的确在很多动物实验上都显示能够降低我们的胆固醇，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可以把它当成降胆固醇的灵药，然后狂吃燕麦奶。燕麦奶呢，其实说到底还是淀粉加水。那尤其是刚刚前面提到消化酵素的过程啊，让燕麦奶里面的淀粉变成了麦芽糖。那麦芽糖呢，其实是个高升糖指数的成分。如果你以前的早餐是面包加上牛奶，就是淀粉加上蛋白质，现在换成了燕麦奶加上面包，就变成淀粉加上淀粉。那我们都知道，一餐摄取大量的淀粉，并不是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。另外，其中添加的油菜籽油 canola oil 对于健康的伤害呢，或是好处，其实众说纷纭。有一些动物显示，它会造成我们身体的氧化压力，甚至是促进发炎反应。但也有一些研究却显示它好处多多。不过这些研究好处多多的实验呢，通常都是由canola oil 他们的产业赞助，所以结果呢，还是可能会有偏颇，或者是需要保留或想一想的地方。至于燕麦奶里面含了高升糖的麦芽糖，又有可能促进发炎的油菜籽油，听起来就是一个健康大地雷啊。不过呢，其实一个食品健不健康，有时候是相较而来的。燕麦奶本身还是有一些好处的，像是能够降低胆固醇啊，促进肠胃蠕动，富含微量元素和维生素 B、维生素 E 等等。而且我们有时候喝燕麦奶也不见得是为了身体健康嘛，像是很多人关注的环保和动物议题，毕竟在产出牛乳需要大量的水和工业化的圈养动物。牛奶呢，也有可能会有潜在的荷尔蒙问题。燕麦奶目前呢是看起来相对环保的选择，而且因为近年来风靡全球，变得商业化，也非常好取得。但是假如你一直远渡重洋买那个国外的大品牌，可能就还要考虑碳足迹以及环不环保的问题啦。
讲了这么多，到底能不能喝燕麦奶，或燕麦奶健不健康呢？大家在喝燕麦奶的时候，我觉得还是可以注意一下几点，来降低那些可能不健康的因素。第一个呢是取代每餐的淀粉量，比如之前讲的例子嘛，你假如本身已经是在吃燕麦奶加上面包当做早餐，那你就可以把面包换掉啊，可能就像是吃沙拉或水煮蛋之类的，就不要让每一餐都只吃淀粉。我们需要谨记是燕麦奶本身它是淀粉的一种，所以还是要把它进行替换。第二呢是不要摄取太多，尤其是那一些你需要控制血糖或是本身有糖尿病的人，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偶尔享受、口感非常好、香浓滑顺的饮料，但是不要一昧的听信广告，觉得它超环保、超健康，就不停的灌食自己燕麦奶。最后呢，我也想要提醒大家，希望大家反思自己在选择燕麦奶的理由是什么。今天我们喝燕麦奶是为了新潮的体验，还是想要一个更轻盈无负担的选择？又或是你纯粹喜欢燕麦奶的口感跟味道，甚至是因为环保的理由？不管我们的理由和原因是什么，我们在选择餐盘上和杯中的食物时，习惯的反思特定选择的原因，才能够避免盲目的去吃下那些看似健康却实际上不健康的食物，也不会随着潮流或被广告洗脑。在健康饮食的最高法则呢，就是均衡和摄取多样化的食物，不要每天只喝燕麦奶，偶尔也尝试喝其他植物奶啊，或是喝茶之类的，甚至是多喝水就好。如果想要听我分析和比较其他植物奶的话，记得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。好啦，那最后跟大家插播一个 Oatly 的高贵小故事好了。我之前呢在网络上看到 Oatly 一瓶只卖160多块，我想说哇，天哪，也太便宜了吧！因为大家知道 Oatly 原本应该一瓶要200出头左右，但是呢，我就很快的把这个讯息分享到我的 Instagram 上哦，大家可以去 follow 一下我的 Instagram。那就有我在德国的朋友跟我讲说，他们在那边 Oatly 一瓶只卖1-2块欧元。我想说，天哪，这就是远渡重洋跟货运的价格吗？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呢，很感谢你看到这边。我每周呢都会上传新的影片，分享药品啊、健康相关的小知识，以及我读药学系的日常生活。如果对这些内容有兴趣的话，一定要帮我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当然啦，也要帮我点赞、留言，还有分享给你所有燕麦奶狂热的朋友。我是好先生，我们下次见。